拥有585万订阅数的 YouTuber 老高一直以冷知识科普影片受到许多的观众欢迎，但前阵子呢，他却被指控是抄袭惯犯，说他有好几部的影片都是通篇翻译日本的 YouTube 频道，这是怎么回事？老高真的有抄袭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老高抄袭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 YouTuber 蓝拳妈妈拍影片指控老高多部的影片全文抄袭其他的频道。后来还有网友呢整理出更多老高疑似抄袭的影片。之后网络上面很快就掀起了一波挺高反高的论战。有人批评老高是抄袭的惯犯，但也有人认为老高只是被抹黑，或是刚好跟对方用了同样的参考资料。那到底怎样才算抄袭？老高是真的有抄，还是只是参考到同样的资料呢？今天我们会拿4组老高被指控抄袭的影片，去跟据说被他抄袭的影片呢去做分析对照，另外也会加入双方参考资料的讨论。不过这次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会讨论到这些影片所提供的内容是不是有错误资讯，只会整理他们的相同跟不同之处。好的，那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现在看小说还能够抽机票吗？由台湾角川打造的小说平台卡多卡多佼佼者所举办的100万小说创作大赏，去年5部得奖作品都要推出实体单行本，正式跟大家见面啦。为了庆祝新书上市他们同步推出优惠活动，只要在角川官网与指定通路购买卡多卡多系列书籍，就能够享有优惠的75折起。完成指定任务还能够再抽台北、东京双人来回机票以及 PS5 主机组等豪华大奖。另外，今年的卡多卡多100万小说创作大赏火热征稿到8月31日，首奖奖金120万以及保证出版的机会，还在等待有才华的你哦。无论你是想要买小说抽机票的读者，还是摩拳擦掌想要夺得今年大赏的作者，都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活动页面看更多资讯吧。7月底 ，YouTuber 蓝拳妈妈拍了一部影片指控老高的昆虫影片是100%抄袭日本 YouTube 频道 Yukuri Kaisetsu， 正式引爆了这次的争议。而包含了这部在内呢，蓝拳妈妈前后一共发表了4部影片，指控老高有多部影片从数据、结构到文本都是抄来的。另外呢，也有网友整理出老高至少有4部的影片跟 Yukuri Kaisetsu 这个日本频道高度相似，而且老高这4部的上片时间都比较晚，还是集中在2个多月内发布的，所以他们认为老高可能是发现了这个日本频道之后，就一口气挑了4部抄。而面对的这些抄袭争议呢，老高则回应说，他频道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网络跟书籍，他只是收集公共资讯给小莫跟大家听。后来也表示呢，之后他所有的影片都会标注参考资料。那对于老高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网络舆论又是怎么反应的呢？目前网络舆论的意见呢，大致分为3派。首先是认为老高有没有抄袭无所谓的意见，他们觉得对于观众来说，影片只要能够满足娱乐或者是获取新知等等的需求就可以了，而且怎样算抄袭呢，太难判断，所以就交给法律处理就好。而另外2派呢，则都表示说有没有抄袭是重要的，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认为老高没有抄的意见当中呢，有些人是觉得老高的影片跟那些日本影片没有那么像，只是刚好讲了同一个主题。那虽然有部分的资讯重叠但也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很多人认为呢，这件事情上本质就是老高被抹黑了。此外，也有人认为呢，这几组影片虽然像，但科普影片会选的主题本来就大同小异，而这些主题能讲内容也就那些，所以像是在所难免。比如说要讲昆虫很少，自然就会用最大的动物来对比，那这个动物是可达30公尺的蓝鲸，这既然是既定事实，谁来讲呢也都是一样的。而另外一方面呢，认为老高有抄的意见则认为，这几组影片像的程度已经不是巧合或参考能够解释的了，因为这些影片呢，无论是选题、结构编排、资讯内容到叙事手法都高度的相同，尤其有很多的细节资讯，明明要先讲哪个都没有差，但老高说的顺序偏偏都跟日本的影片一模一样。还有人说，老高只是透过更改这个部分的叙事顺序，增加一些细节以及大量的通俗比喻，跟插科打诨来混淆视听，达到看似没有抄袭的效果。那由于网友的意见非常分歧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研究网友指出疑似抄袭与被抄袭的4组影片。不过呢，在实际对照影片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厘清一下所谓的抄袭到底该怎么样定义跟判断。
首先，从台湾的法律角度来说，其实没有抄袭这个词，而是用2种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来定义。一是重制，简单说呢，就是全抄、整碗端走；二是改作，就是拿走之后呢，有在自己加工改动一下。那在法律实务上面，要判断有没有重制或改作，一般呢都会需要满足2个要件。首先呢，是你必须要事前就知道这个作品的存在，而且呢有管道接触到它，否则就可能只是刚好平行创作出类似的东西而已。另外是看像不像那这要由从2个面向来判断。首先是看质，也就是像的地方是不是作品的重要部分，比如说歌曲的主旋律。再来呢是看量，也就是呢看这个相同的部分有多少，比重多重。比如歌曲当中呢连续相同的音符一共有几个小节等等。那以 YouTube 影片来说，或许可以分4个层次去看，主要问题意识、结构布局、内容资讯以及口白文本。比较没有争议的抄袭是这4个层面都高度的相同，也就是呢相当于法律上面说的重制。但如果是改作的状况，就比较容易有争议了。比如说主题啊、结构、重点内容类似，但有调整叙事顺序，增加这些细节，或换句话说等等，这种状况呢，虽然可能被认为是抄袭但也可能呢被认为只是参考或者是碰巧雷同。在新闻媒体界很常见，有个比抄袭更暧昧的词来描述呢，叫做洗稿。而在自媒体圈这种状况是否构成抄袭，往往也不太容易判断，要综合考量多种的因素。比如有些主题面向比较窄，那能够用的内容资料可能就是那些。而同样用 YouTube 这个载体，也难免有类似的编排逻辑。那由于今天要讲的4组影片呢，大主题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用结构、内容、文本、参考资料这4个面向来分享2边影片的异同处。首先呢，要比对的是这2部影片，主题呢是昆虫的4大谜团。结构上呢，双方的4个主要子题目相同并且呢都是从昆虫为何是种类最多的生物开始，但接下来的编排顺序不同。日本影片呢是依序讲述昆虫为何不会变大，海里为何没有昆虫，以及昆虫为何会被光吸引。而老高呢，则是先讲海里为何没有昆虫，再说昆虫为何被光吸引，最后谈昆虫为什么会那么小。而4大子题目呢分开来分别对比呢，可以看出2边提供的重点资讯呈现的顺序跟比重大致上面相同。例如为何昆虫不大的段落当中呢，都先对比了昆虫跟其他生物的大小，然后说明了昆虫体型不大的2个原因，并且呢都先讲没有内骨骼，再讲没有肺。那以更细节的资讯来说，也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比如开场提到的各类生物数量，说的顺序跟数据都一样，但也有一些不同点像是提到最大昆虫的时候呢，日本影片只有说25公分，并且呈现蝴蝶的剪影。老高呢则说最大的是64公分的竹节虫，并补充说呢会飞的里面最大的是25公分的大天鹅。除了说同样的资讯造成口白相似的状况双方也有不少相同的衔接方式。例如讲完昆虫没有内骨骼，要接到这个没有肺的时候，都是用古代昆虫比较大来衔接。此外呢，2边也有一些相同的举例，像是讲解昆虫没有内骨骼的时候呢，日本影片用没有柱子的建筑来比喻，老高呢则形容说就像建筑没有内支撑跟承重墙。不过老高的影片当中有不少日本影片没有的通俗比喻，像在讲昆虫的完全变态时呢，老高提到孙悟空72变，而日本呢则没有任何的比喻。另外，日本的影片的口白几乎每句都是在讲解或带出资讯，顶多有几句确实是这样呢之类的感想。但是老高这边呢有不少是纯闲聊比如讲这个昆虫的3大能力时，小莫就问老高想要哪一个能力。除了影片本身的对比之外呢，也有人认为2部影片相似，可能是因为参考到同样的资料。那在今天讲的这4组影片当中呢，老高这边都没有列参考资料，而日本频道呢，在昆虫这部影片的资讯栏当中，则有列3个参考资料，分别是针对昆虫的趋光性等等不同主题的论文，都没有跟影片一样把4大主题呢放在一起讲。另外，我们用英文日文搜寻之后呢，也没有找到同时讨论这4大主题的资料。那就单一主题来说，则有看到重点资讯跟编排方式部分相似的，像这部谈昆虫为何不会变大的影片，前面呢也依序讲了没有内骨骼、没有肺，但后面就提出了别的理论。总结而言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跟这组影片高度相似的资料，但这边要特别说明我们的搜寻能力跟时间毕竟有限，所以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没有找到的可能性。那再来要对比的呢是这2部影片，主题是介绍苏联的驯养狐狸实验，以及从实验延伸出的自我驯化理论。
结构上呢，两边主要的子题目跟编排顺序基本相同，都先讨论了动物是怎么样被驯化的，并带出苏联实验，接着依序呢讲述实验对象的挑选啊、实验方式、实验结果跟自我驯化理论。那内容上面呢，两边提供的重点资讯呈现的顺序啊，跟比重都大同小异。以介绍实验结果这段为例双方都是从外观、繁殖讲到这个体内物质变化。而更细节的资讯呢，包含了几代开始变化啊、变化的部位跟方式等等呢，绝大部分相同只有少数不同。比如提到繁殖量变多时呢，只有老高给出了具体的数字。双方的文本当中呢，都有一个关键的伏笔，包含了内容还有埋跟揭露的地方都是相同的。同时，这个伏笔呢，也是从苏联实验这个主题衔接到自我驯化理论的方式。两边都是在挑选实验对象这段当中呢，说到有个生物符合驯化动物的6大特征等等会再介绍，然后一直到讲完整个实验之后，提到某位学者对于实验结果感到震惊，因为被驯化狐狸的特征人都有，这时呢才揭露那个生物就是人类。另外老高跟日本影片的口白当中呢，都有出现中文相对不常见、更接近于日文汉字的单词，比如说呢，像是饲育动物，而在这个台湾呢，还有中国呢，更普遍的说法呢是圈养或者是养殖动物。不过两边结尾的观点呢则截然不同。日本影片说呢，这个理论显示出人会善良是因为处决了暴力的个体，只留下了温和的，并感叹现代人的善良也是罪孽深重的。老高则说，自我驯化让人更善良、更可爱，意味着世界会越来越好。日本影片的资讯栏呢列了2本书一本呢是蛮知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两边都有讲到的驯化动物6大特征，也是出自于这本书，也是引用相当广泛的资讯。而另外一本呢是2020年出版的《Survival of the Friendless》，书的主轴就是在谈自我驯化，也有一个章节呢在讲苏联狐狸实验，但书中有1半以上的内容两边都没有提到，比如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啊、黑猩猩的自我驯化等等。据另外搜寻的结果，目前也没有找到跟这一组影片高度相似的资料。第3组影片主题呢是介绍人类独有的脸部特征。这一次呢，先讲老高的结构他在前言呢，先讲动物的脸的重要性，然后带出人的脸有一些跟其他动物都不同的特征。接着呢，就分成4大部位，依序的讲述这些特征。1是眼睛，2是眉毛。但是眉毛讲到一半老高就离题，大谈某种无毛鼹鼠，谈了整整11分钟，相当于全片1/3的篇幅，才又回到正题，继续谈人的眉毛。然后呢，谈第3个部位鼻子跟第4个嘴唇。而至于日本的影片结构呢，除了这个无毛鼹鼠那段以外呢，大致上面跟老高一样。2部片在内容上面最大的差异就是无毛鼹鼠那一段。老高介绍了无毛鼹鼠的各种习性跟神奇之处，而日本影片当中呢，无毛鼹鼠只是一个简单带过的举例。那除此之外有其他段落提供的主要资讯啊，呈现的顺序跟比重则大致相同。比如谈到人的鼻子时呢，两边都说鼻子是人脸唯一突出的器官，跟其他动物口鼻都突出很不同。然后解释鼻子因为要调节空气的温湿度，它需要呢比较长的这个通道，但为了腾空间给大脑发展，所以鼻子以外的脸部呢都被收缩了，导致人的鼻子构造很怪。此外呢，双方在这段最后呢，也都额外补充了人的泪腺可能本来是鼻孔的细节资讯。不过也有一些细节呢是不同的比如提到人为什么有嘴唇时呢，日本影片提到方便婴儿喝奶，老高则说的更细以黑猩猩举例，说人有嘴唇呢可能是反右现象。文本上面呢，双方在影片开头是以不同的方式带出主题。日本呢是以包含人在内的哺乳类都是与进化来的开场，而老高呢则直接以人脸特别不自然切入。另外在解释某些资讯的时候呢，只有老高有举例说明，像开头呢在讲人脸跟其他动物都不同时，日本影片没有举例。老高则形容说，如果放人脸鼻子的照片呢，一看就知道是人，但放狗鼻子呢，可能会疑惑这是狗还是狼。不过也有不少相同的举例比如提到鼻子负责调节空气温湿度的时候呢，双方都用人吃面的时候会因为热气而流鼻水来说明提到这个唇色可能可以判断健康状况时呢，也都用游泳嘴唇发紫来当做例子。这次日本影片呢没有列参考资料，而我们目前找到最相似的资料是2021年出版的日文书《盐的进化》，它有提到几个跟影片相同的资讯，包含了人的鼻毛是怎么来的、白眼球的功能等等。不过呢，这个顺序跟2部影片都是不同的。
另外，根据书本的介绍呢，有非常多的主题，两边影片都没有说到，比如猫的脸为什么是圆的，人类因为种族还有性别导致的脸部差异，未来的人脸会怎样等等。那最后要对比的这一组呢，要先说参考资料，因为这次两边呢都有在影片当中提到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是影片主题。双方都在介绍去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研究能力 vs 运气，随机性在成功与失败中的作用。网络上也有很多介绍这份研究的文章，跟双方影片结构内容都大同小异。结构上，双方都在前言的段落就先说明了实验结果，人会成功是靠运气而不是能力。然后呢，都描述了现实当中能力跟成功不对等的状况。但不太一样的是，这段在日本的影片当中呢，只是作为开场的一部分带过，而老高则花了更多的篇幅，并介绍了8·2法则等等的背景知识。接下来的架构呢，则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实验方法讲到结果跟分析，再谈同份研究的另外一个关于资产分配的实验，最后简短的总结跟分享观点。内容上面呢，在各个子题目当中，大部分的重点资讯都是相同的，不过老高给的资讯通常更为详细。比如实验结果呢，日本影片是说最有钱的人最常碰到幸运事件，也最不常遭遇不幸，而老高呢则有引用数据列举出最有钱的人最后拥有多少财富，总共遇到几次的幸运跟不幸事件。这虽然是引用同一份研究，但双方的口白对照下来有不少的差异。比如说，对于实验方式的解释，日本影片呢是说，在一个假想环境中有1000个人，他们会随机遇到3种状况：没事、幸运事件跟不幸。老高呢则是用绿点、红点来代表幸运跟不幸事件，并说明呢这些点各有250个，而且会随机移动，但那1000人呢则是静止不动的。另外，双方的举例呢，多半也都不太相同哦。例如，在讲成功跟能力无关的现实状况时，日本则是以美国学者的资历跟成就的关系为例，而老高呢，则是用 IQ 分布图跟财富分布图的差异来说明。最后，双方的结尾观点呢也是不同的。日本的是说呢，成功是靠运气或能力，大家自行判断，但不该沉迷于过去的成功。而老高呢，则是总结实验说，世界是不公平的，并半开玩笑的表示，如果你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可能是你太有才华了。但透过这次的整理哦，我们自己是觉得最初看到的一些指控跟我们实际对比看到的状况可能有些落差。比如听到100%抄袭的这个说法呢，我们原本以为两边的影片会像是全文翻译那样子哦，每一句对话呢都相同，但实际对照之后，多少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觉得哦，至少就昆虫跟驯化这2个主题来说，两边在主要的几个问题意识、重点资讯，甚至是大量细节的资讯，还有编排顺序上面相同程度都蛮高的，确实很难说是巧合或者是参考。那当然，抄袭与否有的时候真的是见仁见智。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希望透过整理相同跟相异的地方，来提供一个可能的切入角度，尽可能留空间给大家自行的思考跟判断。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我们这一次的整理一定有不完整的地方，所以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或是一起讨论这一次的事件。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有更多人去重视、去讨论抄袭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身为创作者，如果有天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被别人抄袭了，应该也会觉得很受伤。那当然，反过来说，做内容的真的难免会有被指控抄袭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呢也会有心魔，尤其看到别人做类似主题的时候，也会担心，我比较晚上片，会不会被认为是抄袭？所以如果可以藉由大家的讨论，进一步的去厘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够做，或许对创作者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跟警惕。不过也正是因为抄袭不是那么的容易判断，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能够看到，有些人会觉得判断有没有抄袭并不是观众的责任，或者是认为老高的内容就算跟别人很像，影片也更好看，能够激起更多的讨论，所以还是有它的价值。但这边有人就会反驳说，这个有价值能够引起讨论前提应该是内容要正确，可以被验证等等。不过关于这个部分再继续讨论下去可能就有点岔题了。之前我们刚好呢有做过一集在谈这个部分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哦。好的，那回到这次的争议哦，想要问大家，你觉得老高有抄袭吗？为什么？有，因为这太像，而且是有好几部都太像，怎么想都不是巧合。B 没有，这些主题能够讲的资料本来就不多，而且呢两边有蛮多不同点。自己不确定哦，觉得要更详细的对比，包含看看更多同主题的文章或是影片长什么样子才能够判断。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老高抄袭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老高谈尼采事件以及林志坚论文的抄袭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